如果你说 Proton X70 和 X50 是中国汽车、中国车，我没有意见。可是你说 Proton 是中国品牌，这个就有点问题了。2018年6月，时任首相敦马哈迪在东京出席 The Future of Asia 交流会上面说到 ，The company has been sold to Chinese company, is no longer a national car。意思就是说 ，Proton 已经卖给了中国公司，它不能够再算是国产车。所以今天这集我们就跟大家探讨一下，到底今时今日的 Proton 还算不算是一个国产车？在影片开始之前，我要感谢今天这集的赞助商，就是 Thinkway Dashcam。这个 Thinkway Dashcam 是一个在韩国制造、在韩国生产的高清 Dashcam， 还有非常多个款式，从 Full HD、2K 到 4K， 再来它里面有内建 GPS， 所以你可以用手机来 Live View 看一下车子行驶的状况，你也可以用手机的 Apps 来追踪车子的位置。所以如果你不想要动到你的电箱的话，他们也提供了 external battery 的这个 accessory， 所以你可以透过这个 external battery 接到你 12V 的 socket。所以如果你对这个 Thinkway Dashcam 有兴趣的话，你可以上到 thinkway.com.my 去进一步了解这个非常atas 的 Dashcam。首先我们来聊一聊什么叫国产车。敦马口中的 national car 能不能够直译为国产车？根据字面上的理解，国产车指的就是在国内生产的车，所以很多台湾朋友会把 Toyota 称为国产车。那像 Luxgen 这样子的品牌，他们要怎么称呢？有些人会称为自主品牌，可是马来西亚华人并没有自主品牌的这个概念啊，所以一般上我们口中的国产车，指的就是政府有出钱养，纳税人有出钱，有份参与的就叫国产车。一般指的是 Proton 和 Perodua 这两个品牌。但是如果你用中英文来翻译的话，其实 National Car 它直接翻译成中文是叫国民车，那国产车翻译成英文就叫 Domestic Car。所以马来西亚人、华人口中的这个国产车跟可能跟海外的观众心里面的国产车指的是不同的东西。第二个就是 Proton 历史懒人包。Proton 诞生于1983年，属猪的，最早的股份结构是Highcom 占 70%，Mitsubishi Corporation 占 15%，Mitsubishi Motor Corporation 占 15%， 一共 100%。所以早期的 Proton 其实严格来讲就是换标版的 Mitsubishi。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代的 Proton Saga、Proton Vira， 甚至到后来的 Proton Perdana 都和 Mitsubishi Lancer 还有其他车型有非常多相似之处。但是大家都知道，早期的 Proton 其实用的就是 Mitsubishi 的引擎。在1993年的时候 ，Proton 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了惊人的 70%， 也是在93年的时候，在马来西亚每卖出10辆车就有7辆是 Proton。直到后来的第二国产车 Perodua 出现了之后 ，Proton 的市场占有率才开始下滑。受到1997年金融风暴的影响 ，Proton 70%的大股东 Highcom 在2000年的时候和 DRB 结盟，成为 DRB Highcom。DRB Highcom 成立了之后，国库控股、卡扎纳和国油 Petronas 都相继进入了 Proton， 分担 DRB Highcom 的负担。而接着就到了最关键的2005年。2005年 ，Mitsubishi 集团宣布将 Proton 旗下最后 7.9% 的股份卖给卡扎纳国库控股，从此结束了和 Proton 长达22年的直接合作关系。而从2005年开始，国库控股卡扎纳在 Proton 的这个股份也上升到接近 43%。几年之后，2012年，卡扎纳宣布将旗下接近 43% 的股份卖回给 DRB Highcom， 让 DRB Highcom 100%的主导 Proton， 也就是马来西亚知名富豪Tan Sri Syed Mohtar所主导的 DRB Highcom。所以就是从2012年开始 ，Proton 已经是一家完全私有化的公司。你可以上网去看当时的报道很多媒体、很多评论员都在讨论说 Proton 还能够算是国产车，因为国库控股已经没有份了，而现在的 DRB Highcom 已经不是1983年的那个 Highcom 了，所以那个争论就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所以在这个Mitsubishi 离开了 Proton 之后他们发现到他们在车款的研发和售后服务方面都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所以他们就积极的开始跟很多海外的汽车大厂谈判，寻求合作。最知名的就是在2007年的时候 ，Proton 和 Volkswagen 集团的谈判算是告终，就是谈不下去了。因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德国的 Volkswagen 集团他们的意思是他们想要在 Proton 里面占据主导性的地位。
可是当时的波顿主席其实并不是很认同这件事情，因为他觉得一家马来西亚的企业必须由马来西亚人占据主导性的地位，所以2次跟 Volkswagen 的谈判都没有成功这样子。而波顿的历史里面最糟糕的就是从2012年到2016年的时候，这4年里面的累积亏损达到了20亿令吉，它的市场占有率也从1993年最辉煌的那个70%一直下跌到只有剩下15%。所以面对波顿这个喘不过气来的局面当时的政府也就是纳吉政府批准了一个15亿令吉的低息贷款，帮助波顿度过那一次的难关。可是跟波顿的亲生父亲敦马不同的是，纳吉本人并不同意继续用这种方式来帮助波顿，于是在他的积极促成之下，就到了最够力的一年，就是2017年。2017年6月 ，DRB Highcom 和中国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正式签约，将旗下49.9% 的股份出售给浙江吉利控股集团。DRB Highcom 则继续持有波顿50.1% 的股份，以维持它那个 National Car 的 status。第3个就是 DRB Highcom 懒人包，跟早期的 Highcom 和后来的国库控股卡扎纳不同的是。DRB Highcom 在台面上和政府并没有直接关系，所以也导致了很多人一直批评说，为什么政府要花这么多钱去帮助一家私人企业？我们来看一下今时今日的 DRB Highcom 到底有多庞大。它旗下大家最熟悉的东西就是它有 Pos Malaysia、Pos Pakom 和 Bank Muamalat。汽车方面它底下的 Highcom Automotive Manufacturer 负责本地组装 Mercedes-Benz 和 Volkswagen 的车管。再下来就是我之前在上一集讲 Honda 的时候我有提到的 Honda Malaysia Sdn Bhd 里面34% 的股东就是 DRB Highcom。在 DRB Highcom 底下的 EOM Berhad 的底下又还有 Mitsubishi Motor Malaysia 的股份，它也有 Suzuki、Isuzu、Moderna 等等的这些企业。Euromobile 就是奥迪的 distributor 和 importer 也是 under DRB Highcom 的。我讲到的可能只是冰山一角而已，你自己上网去找看 DRB Highcom 这个企业到底有多巨大DRB Highcom 它当然是一家马来西亚人所领导的公司，可是就是因为它跟政府的关系有一点，所以最争议的点就是在 DRB Highcom 了。因为你要记得跟吉利签约的是 DRB Highcom， 不是波顿，所以大家一定要千万记得，每次当我们在讨论波顿的时候，就是当我们在讨论2012年之后的波顿，你都要站在 DRB Highcom 的角度来谈。所以你说1980多年的波顿跟1990多年的波顿跟2000年过后的波顿，其实他们经历的朝代都不一样，你不可以用最早期1983年的波顿来衡量后来的波顿，那个是 different story 了。第4个就是 DRB Highcom 和吉利的这一桩交易首先我让马来西亚观众来了解一下吉利是一家怎样的公司。吉利集团成立于1986年，属老虎的。但是吉利不是一开始就做汽车的，它最早是做冰箱配件、装潢材料还有摩托车的，直到1997年才成立了吉利汽车集团。而97年汽车集团成立了之后，其实海外的人都不太知道这个品牌，可能只有中国国内的人才知道吉利是什么东西。而最为人知让这个吉利集团从此声名大噪的就是他在2010年的时候从 Ford Motor Company 手上把 Volvo Cars 给买过来了。所以那个时候因为有很多公司都想要拥有 Volvo Cars， 可是最后吉利成功的得标。有人说 DRB Highcom 吃吉利的豆腐，也有人说吉利收购波顿是脑子进水了的一个举动。而我个人觉得呢，这桩交易是一个各取所需的交易。波顿需要一个企业来 back up 自己，然后又不会打到自己的，因为像其他企业跟波顿合作，它也有可能在马来西亚销售那个品牌的车子。可是吉利跟波顿合作，吉利已经有一个 promise， 他们短期内不会在马来西亚市场卖吉利的车子，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保障了，因为他获得了一个合作伙伴，他也减少了一个竞争对手。那对于吉利而言，买波顿有什么好处呢？因为它是一家亏损而达到这么高的公司，然后市场占有率又这么低的一家公司。当然大家都知道吉利眼中看中的不只是波顿，而是他要利用波顿来撬开整个东南亚市场，因为东南亚是有一个关税保护制度的嘛。而吉利除了从这一桩交易当中获得波顿 49.9% 的股份，他还从 DRB Highcom 的手上获得了 Lotus 50.1% 的股份。Lotus 莲花汽车或者路特斯这个品牌是一家英国的跑车品牌，
所以透过这一桩交易，也让到吉利汽车集团底下多了一个制造跑车的品牌，让到整个它的形象就阿达到另外一个 level。第5个就是经常有很多观众在我的影片底下留言说，波顿已经是一个中国品牌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来聊一聊波顿算不算中国品牌。如果你说波顿 X70 和 X50 是中国汽车、中国车，我没有意见。可是你说波顿是中国品牌，这个就有点问题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全世界虽然有超过60个汽车品牌，但是主要的汽车集团只有14个，而最为人知的就是德国的 Volkswagen 集团了。Volkswagen 集团底下有 Bentley、Bugatti、Porsche、Audi 和 Lamborghini， 还有 Volkswagen 汽车。所以这是不是说 Lamborghini under 德国的 Volkswagen，Lamborghini 就是德国车 ？No，Lamborghini 还是一家100%的意大利公司。Bugatti 是法国品牌，可是因为 Bugatti under 德国的 Volkswagen， 这样 Bugatti 是法国车还是德国车？那毫无疑问的 Bugatti 它肯定还是一个法国车。同样的 Bentley 是一个英国品牌 ，Bentley under 德国的 Volkswagen，Bentley 就不是英国品牌了吗？同样的道理，就像 under BMW Group 的 Rolls-Royce 劳斯莱斯，劳斯莱斯从头到尾它都是一家不折不扣的英国企业，诸如此类的例子其实是说不完的啊。就像 under 印度塔塔集团的 Jaguar 和 Land Rover， 很多人都会戏称说，哎呀 Jaguar 和 Land Rover 都是印度车了，这个我自己是不同意的吧。因为虽然它under 它的资金还是 whatever 都好，可是Jaguar还是英国车，它的研发机构、它的总部等等都是设立在英国的。大家知道 Mazda 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under 这个 Ford 集团的，所以那一段时间有没有人会说 Mazda 是美国车、美国品牌？不会的嘛，对不对？ Mazda 还是一个日本品牌，所以大家永远要记得，汽车品牌跟它隶属哪一个集团的国籍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更何况啊，波顿今天不是100%被吉利收购，它还是有50.1%的象征性的 National Car 的这个股份地位的。所以如果你说 Proton 是中国车，这个就真的是有点太 over 了。X70 和 X50 这个就另当别论。而你不要忘记 Proton 除了 X70 和 X50 之外，它现在还有在生产 Saga、Iris、Persona、Exora 等等的车型。那这些车子都是 Proton 自己研发、自己设计、自己生产、自己组装、自己完成一切的。虽然吉利后来有介入改善一些东西，可是它毕竟它是100%的 Buatan Malaysia， 所以除非现在波顿从 A 到 Z 所有车型都是吉利换表而来的，你讲它是中国品牌是中国车，那个就可以争论。可是就2021年现阶段而言，你说中国是你说波顿是中国品牌，我觉得这个还有点言之过早。又到了我们做结论的时候了。但是在我做结论之前，我要再次感谢今天这集的赞助商，就是 Thinkway Dashcam。所以今天 Thinkway 带来有非常多的款式，像有这个 F200、Q800 Pro， 还有 F800 Pro， 还有我之前介绍过的 U1000。所以他们的这个价钱是从500多块到2、3千块都有的。你可以上到 Thinkway.com 买，它是在韩国制造，在韩国拥有非常高的市场占有率的一个 Dashcam， 然后它里面用的是 Sony 的 sensor， 然后它曾经获得 Red Dot Design Award。所以大家上到 Thinkway.com 买去了解这个 Dashcam。回到波顿的总结。波顿现任 CEO 来自中国的李春荣博士在刚刚上台的时候，他在2017年写了一封给波顿职员的公开信，里面提到了他的波顿10年大计，就是让波顿在这10年里面努力成为东南亚前3名的汽车制造厂。我自己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来的，因为现在东南亚的汽车制造厂就是你要Toyota、Honda 还是Nissan等等的这些汽车品牌所主导的，所以要挤入前3名是一个不简单的任务来的，尤其对于一个中国和马来西亚合资的公司来说。可是人必须要有远大的梦想，他才能够活到很认真这样子。所以当然波顿内部有很多问题需要改善，而在这个吉利入股波顿之后，他们的市场占有率也从2017年的 13.8% 到了2020年已经超过20%了，然后他们也成功的进入了转亏为盈的局面了。所以这个对于波顿来说是美事一桩啊。而现在来聊一聊非理性的东西就是不管股份不管尊不尊严的东西，我们聊一聊我自己个人的感受了。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马来西亚人我们从小都看着我们的父母看着我们的祖辈都用了波顿的车，然后一代经历一代，有些人已经不再用波顿，有些人已经还在用着波顿。所以当聊到波顿的时候马来西亚人对于波顿的那一种感情是咬牙切齿的，就是波顿的 fans 就是他们会很激烈的捍卫一切讲波顿不好的东西，他们都会 fight back。而不喜欢波顿的人真的是恨之入骨那种，好像就是
跟他有什么深仇大恨，跟他祖宗18代都过不去那种，他们会踩波段踩到边边那一种。喜欢波段的人就会把波段捧到上天这样子。而我自己当然也是有我个人的情绪在里面，可是因为作为这个行业，作为一个作为这个身份啊，我不能够太过那个或者太过那个这样子，我必须要保持一个相对 relatively 客观的角度来看待波段。我觉得没有人希望看到波段不好，没有人想要看到波段亏钱。这边要一点题外话，因为马来西亚的马来人和马来西亚华人看待波段的角度 ，OK， 他可能是南辕北辙的，他可能不是同一个角度的，所以你去问马来西亚马来人他们怎么看待波段，那个可能又会有他们自己的这个见解，未必是一样的 ，OK。所以对很多马来人来说，波段是马来西亚尊严的象征啊，它是马来西亚人的一种荣耀，它是马来西亚人的骄傲就对了。所以它是一个很复杂很难讲的 topic 来的。所以每次一涉及到波段，它一定不管我穿了多少件防弹衣，我讲到怎样都好，我底下还是会有人因为波段而吵来吵去的。如果我们的愿望都是希望波段越来越好，这样我们就讨论哦。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去讲一讲很难听的话，还是这样子的。就我们理性客观的去面对这件事情。再次感谢今天这一集的赞助商就是 Thinkware Dashcam， 所以大家真的要上到 Thinkware.com 去了解一下他们的这个非常atas、非常高清非常多功能、非常多种类的 Dashcam。So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and 3, 2, 1， 看，加油 baby 啊！第二个就是 Proton 历史染。第二个就是波段历史染人包，第二个就是波段历史染人包，第二个就是波段历史染人包，第二个就是波段历史染人，第二个就是波段历史染人包。第二个就是波段历史懒人包。波段诞生于1983年，属猪的。最早的